男人一只手给他心疼的夹菜，另一只手却在桌子下面与许念堂十指紧扣。温之遥突然觉得没意思极了，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里，离开为霍景君。吃过饭，霍景君不给温之遥拒绝的机会，主动弯腰给他穿鞋袜，抱着他出门。他身后的兄弟一直起哄，许念堂也笑着打趣，可温之遥清楚地看到了他眼底一闪而过的怨毒和嫉妒。结婚5年，温之遥终于怀孕了，她第一时间去办理准生证，想将它作为结婚5周年礼物送给老公霍景君。系统录入他们结婚证信息的时候，不停地提示证件无效，连续10几次的无效提醒。工作人员的表情有些奇怪。温小姐，您确定这结婚证是真的？温之遥也有些不高兴。我们已经结婚5年了，证件怎么可能是假的？工作人员又试了一次，将资料退回给他。建议您先去民政局查一下，持假证是违法行为。现在单身也可以办理准生证。温之遥听懂了工作人员的意思，转身去了隔壁民政局。待他从民政局出来，一张脸血色全无，那满脸的喜悦也消失不见。民政局工作人员的话反复捶打着他的心。您和霍先生都是未婚状态，您手里这张结婚证是假的。他们5年的婚姻竟是假的。他跟霍景君是青梅竹马的恋人，所有人都知道他那么爱他，恨不得将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捧到他面前。那为什么他会给他一张假的结婚证？温之遥当即买了机票去安道尔找出差的霍景君，他要问清楚真相。温之遥找到霍景君下榻的酒店，正好看到有人在举行婚礼。安道尔是个特殊的国家，一人一生只能结1次婚，没有离婚，只有丧偶。他无心观礼，穿过人群挤向电梯，视线无意中扫过被人群簇拥着的新郎，一瞬间他如遭雷击。男人穿着皮上衣配紧身裤，脚踩高筒靴，头戴贝雷帽，腰间束红色宽腰带，典型的当地人打扮。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。男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结婚5年的老公霍景君。若不是亲眼所见，他很难想象霍景君会穿成这样。恭喜军哥新婚，不得不说，军哥真厉害，国内和国外的婚礼都办得这么盛大。不过军哥，你跟许念堂那个出身贫寒的小丫头玩真的？又有人好奇地问。那这算重婚吗？毕竟军哥不是在国内早就娶了之遥姐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军哥为了等许念堂长大，当年在国内就没真的跟之遥姐领证。这5年，其实法律上军哥一直都是未婚。还能这样？还是军哥会玩？人群中，温之遥整个人僵在原地，浑身血液凝固。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可接下来男人的话让他如坠冰窖。我对糖糖自然是认真的，当初他为了输血救瑶瑶，连命都不要，也甘愿一辈子活在瑶瑶的阴影下。他只想要一段长久的婚姻而已，我给得起。霍景君语速缓慢，每一个字都经过深思熟虑。原来是这样，温之遥不知不觉湿了眼眶。原来假的结婚证是霍景君亲自安排的。5年前，温之遥出车祸，是刚上高中的许念堂将他送到了医院，并给他献血救了他。许念堂出身贫寒，只有一个病重的母亲相依为命。他们为了感谢许念堂的救命之恩，温之遥和霍景君包揽了他上学的一切费用，还安排他出国学习和旅游。霍景君说，许念堂救了温之遥，就是救了他，他愿意付出所有能给得起的东西表达感谢。只是没想到，他的感谢方式还包括将他养到成年后娶回家做老婆。更可笑的是，5年来，温之遥竟全然没有发觉，完全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一起了。那之遥姐呢？你就不怕她发现？霍景君垂眸，修长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快速点了几下。我会一如既往爱着瑶瑶，但她一辈子都不会发现。你们都管好自己的嘴，不许闹到瑶瑶面前。下一秒，温之遥的手机震动了，他看着霍景君发来的消息，心口一滞，寒意蔓延全身。老婆，我想你了，我一点都不想出差，离开老婆的每一秒都是煎熬。我会争取在纪念日当天赶回家。爱你的老公。温之遥攥着手机，抬眸看了一眼越走越远的霍景君，心底泛起密密麻麻的疼。他视线逐渐模糊，滚烫的泪水涌入眼眶。这个不是他的霍景君，他的霍景君是那个跟他青梅竹马，爬窗户帮他剪掉落的发卡摔断腿，还哄他不要哭的男孩子，是那个18岁爬上雪山顶端只为跟他告白，发誓会爱他一生一世，永远不会骗他的少年。是那个20岁亲手写下封情书，为他亲手做了100款蛋糕向他求婚的男人。是那个22岁亲自为他策划了一场世纪婚礼的男人。是那个婚后日夜缠着他求爱不愿分开的男人，而不是眼前这个一边说爱他一边跟另一个女人结婚的骗子。温之遥心如刀绞，死死咬着嘴唇，手机再次震动，霍景君打来了电话。他犹豫了1秒，还是接起电话。老婆，你在哪儿？吃饭了吗？你那边怎么那么吵？霍景君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，每一个瞬间都饱含着对他的爱。
霍景君，你在干什么？他想，如果霍景君跟他坦白，他会好好跟他谈谈，再给自己和他一次机会。霍景君却没有迟疑的开口：正在开会，实在太想你了，就出来给你打个电话。老婆，你是在逛街吧？喜欢什么随便买。温之遥忽然扯了扯嘴角，眼底光骤然熄灭。他沉默了2秒，轻声说：好。老婆，你不高兴了，有什么委屈直接跟我说。急着试衣服，挂了。温之遥挂掉电话，就看着不远处一身当地新娘装扮的许念堂钻进霍景君怀里。老公，我好看吗？好看，我的女人穿什么都好看。他的笑刺痛了温之遥的眼，原来他的温柔和宠溺不只是对他，他的爱和心也可以分成2半。霍景君，你的心为什么可以装得下2个女人？温之遥仓皇逃离酒店，整个人蹲在小巷子里，蜷缩着身子抱成一团，任由眼泪往下掉落，几乎哭到昏厥，他才缓缓站起身，眼底闪过一抹决绝。这5年的假婚姻他不要了，霍景君这个男人他也不要了。既然他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，那他就成全他们。半个月后就是他父母的忌日，祭拜完他们，他就会离开，他会从霍景君的世界里彻底消失。温之遥打车去了机场，买了最早班的飞机回国。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预约了流产。温小姐，你车祸之时腹部受伤严重，能怀孕是个奇迹。若是这个孩子不要，以后恐怕很难再孕。你还是再考虑考虑，跟老公再商量一下吧。温之遥手指微拳，心里一疼。霍景君从没有告诉他这件事，每霍家和温家催生，他都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，说他还没过够2人世界，不想要个孩子打扰他们。温之遥湿了眼眶，他处处为他着想，怕他会难过，可他再好也无法改变如今他欺骗他的事实。多谢医生，我会考虑。温之遥浑浑噩噩走出诊室，却意外在走廊遇到了已经回国的霍景君和许念堂。霍景君小心翼翼扶着许念堂走出超声室，眉宇间带着紧张，他温柔宠溺的目光落在许念堂的脸上，一瞬也不愿移开。哥哥不用这么紧张，我是怀孕又不是生病。许念堂眉眼弯弯，他认识霍景君的时候年龄不大，那时候起他就一直叫哥哥，后来就一直没变过。我当然紧张，这是我们的第1个孩子，得好好照顾。温之遥紧紧攥着手里的预约单，身体温度一点点降低，他仿佛听见了心碎的声音，眼眶酸烫却流不出眼泪。原来痛到极致是哭不出来的。霍景君扶着许念堂走进电梯，身后的温之遥缓缓展开手中的预约单，重新回到诊室预约了后天的手术。他不允许他的孩子在满是谎言的世界里出生，也不愿让他一出生就没了爸爸，像是老天都在跟他开玩笑。温之遥在地下停车场再次遇到了霍景君和许念堂，他鬼使神差的开车跟在他们后面。霍景君带着许念堂去了旋转餐厅，温之遥的心一沉，旋转餐厅是他去年生日的时候霍景君亲自为他设计建造的，他说过只有他才配去用餐，可如今他却亲自带了其他女人进去。旋转餐厅内，许念堂坐在温之遥最喜欢的位置上，面前的桌子上摆着甜点。不远处，霍景君推着餐车走出来，他优雅地取下胸前的花递给许念堂，花下缀着一条满钻的项链。祝贺我的小公主荣升准妈妈。许念堂潸然欲哭，哥哥谢谢你，我好开心，你还亲自为我下厨，快让我吃一口，我吃完你就走，我已经霸占你很多天了，你该回去陪姐姐了。许念堂用力眨了眨眼睛，挤出2滴泪。霍景君心疼，将他抱在怀里，傻瓜，今天我哪里也不去，就在你身边。那志南姐姐怎么办？明天就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你不回去陪她，她会难过的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不需要你操心，你已经是我妻子，今后我都会多抽时间陪你和孩子。霍景君摸了摸他的发顶，替他戴上项链。转角处的温之遥后退2步，后背抵在冰冷的墙面，冷得浑身发颤。是啊，许念堂才是霍景君的合法妻子，而他只是个没有名分的傻子。犹记得霍景君第一次带他来旋转餐厅，也是为他准备了一条钻石项链。为了亲自给他下厨，他请了米其林大厨偷偷学了1个月。老婆，尝尝我的手艺，往后你的1日3餐都由我负责，这一辈子我都会好好爱你，只爱你。他替他戴上项链，贴在他耳边发誓，如今霍景君将对他的爱和宠溺复制了一份给许念堂。胸口又闷又疼，霍景君的一辈子太短了。温之遥仓皇转身离去，离开餐厅的时候已经泪流满面。他去了律师事务所，让律师清算他名下资产，将跟霍景君有关联的通通还给他。温父温母留给他的遗产足够他花几辈子，他不缺钱，只想快点跟霍景君划清界限。暮色四合，
他才处理完事情，开车回到了家。空荡荡的别墅，只有佣人给他留了盏灯。他疲惫地靠在沙发上，看着满屋子他和霍景君的照片，心头像是压了一块石头，每跳一下都会传来剧烈的疼痛。他揉了揉眉心，起身去摘掉一整面墙的相框。他们幼时拍的第一张照片，她穿着粉色裙子，他夸她是最美的公主。他们第一次跳舞的照片，他轻轻揽着她的腰，要求她以后只能跟他跳舞。他们第一次约会的照片，他抱着她不停地转圈，说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他拆出照片，一张接着一张放入碎纸机，他们之间所有的回忆也随之搅成了碎片。整整一晚上，他不停地重复着这个动作，彻彻底底删除他们过往的一切甜蜜。天亮之后，他的双臂已经麻木，霍景君却没有回来。而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。纪念日当天，霍景君卡在0点，在社交账号发布了一篇小作文，深情表达了对温之遥的爱和感谢。他们的别墅外也不知何时来了一群人，他们用树玫瑰铺满了道路，道路中央放着一个巨大的水晶空心戒指，戒指里装着各大品牌当季新款衣服和包包。一个小型音乐盒放在最上面，不断重复着霍景君好听的声音：老婆，结婚纪念日快乐，我一如既往爱你。温之遥面无表情，他关上房门，将自己埋进被子里，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。片刻后，霍景君打来了电话：老婆，合作突然出了点状况，我今天不能回去陪你过纪念日了，等我回去一定陪你补过。他在那头愧疚地开口。听着他拙劣的谎言，温之遥突然笑了：没关系，你忙你的。老婆，你不高兴了，我给你准备了很多惊喜，希望你喜欢，过几天我一定补偿你。霍景君敏锐地察觉他的异样：没有，工作重要，我有些不舒服，睡会。他冷漠挂掉电话，他蜷缩成一团，努力克制着心中的伤痛。别墅外的热闹还在继续，霍景君安排的无人机在空中表演，摆出各种各样造型，表达着对温之遥的爱。许多记者赶了过来，想采访温之遥，继续宣传他们之间的爱情。温之遥视若无睹，他的手机一次接着一次的响，看着屏幕上霍景君的名字，他再次模糊了视线。他想接起来质问他为什么要违背诺言，为什么要爱上另一个女人，可最终他只是默默关掉手机，将头埋进被子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被子突然被掀开，一束强光照了进来，刺痛温之遥的双眼。逆着光，他看到了一脸憔悴的霍景君，他头发凌乱，面无血色，一双眼充斥着担忧和后怕。察觉温之遥不开心，他就第一时间赶回来，一路打他的电话他都不接，他吓坏了。还好你在家，老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看到温之遥的刹那，他紧紧将他抱进怀里，声音沙哑哽咽。霍景君红了眼眶，身体不受控制的轻颤。我再也不会将你一个人丢在家里，你不接我电话，我的天都塌了，什么都没有你重要。我回来陪你过纪念日了。温之遥一言不发。老婆答应我，以后不要不接我电话，不要不理我，我会痛苦死。霍景君只以为他还在生气，单膝跪地哄道。他紧张和害怕的样子不似作假，他是爱他的，但他的爱不止一份。你回来的挺快。温之遥扯了扯嘴角，霍景君脸色微变，有些心虚。老婆，你一天没吃东西了是不是？我带你去旋转餐厅。霍景君岔开话题，温柔地替他整理额间的碎发。不去。霍景君心慌，那你休息一会儿，我下楼给你做。温之遥冷漠点头，转过身背对着他。他只当他还在生气，深吸一口气走出了房间。十几分钟后来，楼下传来的喧闹声，温之遥下楼，别墅客厅全是霍景君的朋友，他们正在帮忙将新洗出来的照片挂回墙上。看到温之遥，他们纷纷开口的替霍景君说话。志楠姐，军哥要被你吓死了，我从没见过军哥这么紧张，你下次生气跟哥几个说，哥几个帮你出气，别再丢照片了，也别再关机了，军哥会死。要是再找不到志楠姐，军哥就疯了。都闭嘴，是我的问题，我让我老婆伤心了，我老婆惩罚我是应该的。霍景君系着围裙从厨房走出来，一脸愠怒。许念堂从人群中走出来，一脸羡慕。霍哥哥真是宠妻狂魔，在姐姐面前面子都可以不要，姐姐真幸福。我的老婆，我当然要宠。霍景君面色如常，脸上露出温柔的笑。温之遥浑身恶寒，只觉得他虚伪，但他不想拆穿。照片不用挂了，我想给墙换个颜色。行，都别挂了，听我老婆的。军哥真是老婆奴。有人调侃，霍景君却不以为然。他扶着温之遥坐到沙发上，自己又进厨房忙活。霍景君做的都是温之遥爱吃的，他却味同嚼蜡。男人一只手给他心疼的夹菜，另一只手却在桌子下面与许念堂十指紧扣。
温之遥突然觉得没意思极了，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里，离开为霍景君。吃过饭，霍景君不给温之遥拒绝的机会，主动弯腰给他穿鞋袜，抱着他出门。他身后的兄弟一直起哄，许念堂也笑着打趣，可温之遥清楚地看到了他眼底一闪而过的怨毒和嫉妒。霍景君特意为温之遥举办了海上烟花秀，还请了他喜欢的乐队来表演。表演进行到一半，霍景君就借口去了卫生间离席，温之遥鬼使神差的也跟了过去。贵宾休息室里，许念堂主动扑进霍景君的怀里，他扬起妩媚的脸，吻上霍景君的唇。哥哥，我实在太想你了，就让我亲一会儿。霍景君一手揽过他的腰，一手按住他的后脑，激情的回应。房间的温度骤然升高。许久，许念堂红着脸推开霍景君，他的呼吸急促。好了，你快回去陪姐姐吧。舍得。霍景君用指腹摩挲着许念堂的红唇。不舍得，但我不希望姐姐难过，因为她都不接你电话了，我可以等的，等你陪完姐姐再来找我。你的懂事让人心疼，我也舍不得你。乖，听我的，现在不要想别人，好好享受老公给你的带来的快乐。霍景君吻着她的唇，他指甲抠着霍景君的后背。哥哥，不要吻了，你不最喜欢我这样对你吗？这个场景看得温之遥如坠冰窖，他死死咬着手背，才没有让自己哭出声。本以为不会再心痛，可亲眼看见还是这般撕心裂肺。霍景君从精神到肉体都彻彻底底背叛了他，胃里一阵灼烧，他不禁感觉恶心，捂着嘴跑向了卫生间，吐得天昏地暗，小腹也传来隐隐抽疼。他轻抚小腹，眼泪模糊了视线。宝宝，对不起，让你看到了爸爸如此不堪的一面，原谅妈妈不能把你带来这个世界。温之遥脸色苍白，脚步虚浮地走出卫生间。甲板十分热闹，依旧不见霍景君和许念堂的踪影。烟花秀结束，霍景君才跟许念堂一前一后回来。许念堂满面春风，一脸艳足，他刻意坐在温之遥身边，打开一个丝绒收拾盒，笑着开口：姐姐，这是送你的礼物，是我亲手做的，谢谢你和哥哥对我的照顾。5年前不是我救了你，是你们救了我，我祝你们的婚姻长长久久，永远幸福下去。盒子里的是一条绿色的手链，颜色亮得刺目。温之遥愣愣地看着他，扯了扯嘴角：你自己留着吧，我不喜欢。许念堂的手一抖，眼眶瞬间红了，他下意识看向霍景君。霍景君好似没有看到他的眼神，柔和的目光落在温之遥脸上，好似他的眼里只容得下温之遥。我老婆不喜欢，你就拿回去。许念堂委屈地收起礼物，那我敬姐姐一杯可以吗？希望姐姐永远开心。温之遥没有再拒绝，接过他递过来的饮料，喝了一口。许念堂脸上重新露出笑意，转身离开。转身的刹那，眼底闪过一丝阴狠。他的脚被椅子绊了一下，惊呼一声摔倒在地。他痛苦地捂着小腹，众人吓了一跳，离得近的人赶忙将他抱起来。看到他裙摆染上了点点猩红，吓了一跳，连忙看向霍景君。温之遥也下意识看向了他，只见他面色如常，见温之遥看他，他温柔一笑，牵着他的手：你们送他去医院，我陪我老婆看完表演。众人簇拥着许念堂下船，霍景君一直牵着温之遥的手，听着乐队的演奏。若不是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关系，他真的会被他的演技骗到。温之遥心越来越寒，小腹的疼痛也逐渐加剧。他刚准备开口说回家，霍景君的电话就响了。霍总，您白天急着回家，那个合同问题还没解决，您方便来一趟公司吗？霍景君拧眉，沉默了几秒，挂了电话，抬眸看向温之遥的时候，眼里多了几分愧疚。老婆，我去趟公司，你在这里等会，我让司机来接你好不好？温之遥心里冷笑。霍景君起身要亲吻他的额头，他假装咳嗽偏开头，霍景君来不及多想，匆匆离开。温之遥知道他是去医院了，他的内心已经没有刚刚那般疼了。温之遥等了半个小时，依旧不见司机来接他，他感觉腹部一阵绞痛，整个人弓起了身子，看了一眼摔在地上的酒杯碎片，一个荒诞的念头涌入脑海：许念堂在饮料里下毒。温之遥艰难地起身，捡起残留着液体的杯子碎片收好，肚子越来越痛，从胃蔓延至小腹，他清晰地感受到有一股力量撕扯着他的小腹，一股股热流淌出。他下意识拨打霍景君的电话，他不接，司机的电话也打不通。温之遥凭借最后的力气拨打了急救电话。再次醒来，温之遥已经到了医院，他有一瞬的恍惚。他摸了摸平坦的小腹，心狠狠疼了一下。孩子没了，你的家属在哪？需要补交费用。你是重金属中毒，还需要配合警察调查。你的孩子没保住。温之遥手指抖了抖，拿起手机给霍景君打电话，显示对方已经关机。
他扯出一抹苦笑。昨晚离开后，他就没接他的电话，甚至也没有找过他。他曾说过，在他需要的时候，会第一时间出现。如今，他为了陪许念堂，不接他电话。没有家属，我自己交费。你下不了床，我帮你去办吧。你休息。都是女人，这命差的也太多了。有个女人只是先兆流产，她老公就着急的不行，包下整层 VIP 病房，连夜从全球调来顶级医疗团队给她保胎。这个可怜的女人中毒流产，却连个家属都没有。护士回头看了一眼温之遥，温之遥听到了护士的话，知道她说的是霍景君和许念堂，她的内心已经毫无波澜。温之遥给自己换到 VIP 病房，住院期间找人检验了玻璃碎片残留的物质，查清楚是谁给他下毒。直到出院，霍景君都没有联系他，他直接回了温家别墅，带走母亲留给他的戒指，将值得纪念的遗物寄存到永久保险柜。他打算将别墅卖掉，再也不回来了。随后又去户籍科更改姓名，他要让霍景君永远都找不到他。温之遥回到家，看到了许念堂窝在沙发上，盖着他的毯子，手里抱着零食在包聚。他眉头微微一蹙，不等他开口，许念堂就从沙发上站起来。姐姐，你回来了，吃饭了吗？哥哥去买蛋糕了，要不要给你带一块巧克力的？许念堂一脸笑意，眼里掩饰不住的得意。谁让你碰我东西的？温之遥冷脸，看着有些凌乱的茶几，心里发闷。他一直不喜欢别人碰他的东西，更不喜欢有人在家里乱来。霍景君知道他的习惯，极少带人回来，就算带回来，也会及时整理消毒。如今他竟纵容许念堂躺在他的位置，用他的毯子吃他的零食。姐姐，你生气了吗？那我还给你。许念堂将薯片直接倒在他身上，挑了挑眉毛，捡起来吧。温之遥一愣，正要开口，许念堂已经跪下身子，收拾地上的狼藉。许念堂红着眼眶，眼泪要落不落。对不起姐姐，我快要饿晕了，才会吃你的零食。你别生气了，我现在就收拾干净。老婆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突然的变脸让温之遥来不及反应，听到身后响起霍景君的声音，他才明白了一切。温之遥转身，恰好看到他看向地上的许念堂，清晰捕捉到他眼里一闪而过的心疼。我不该不经过姐姐允许就碰她的东西。我老婆讨厌别人碰她东西，怎么把客厅弄这么乱？拿着你的蛋糕回去吧，以后别来我家。许念堂一怔，缓缓起身接过霍景君递过来的蛋糕。然而下一秒，许念堂起身，仿佛没有站稳，径直朝着温之遥撞过来。他身子失衡，跟许念堂一起向后倒去。电光火石之间，霍景君走过来，一把将许念堂捞进怀里。一旁的温之遥重重向后摔去，后脑磕到鞋柜上，瞬间鲜血直流，一阵眩晕袭来。他最后看到的是霍景君紧紧抱着许念堂。温之遥睡了很久，等他迷迷糊糊被渴醒，整个房间一片漆黑。他强撑着力气起身，习惯性伸手摸向床头柜。霍景君每晚都会给他放一杯温水，今天却空空如也。温之遥心里一空，随即自嘲地笑了笑。许念堂怀孕之后，霍景君再怎么伪装也回到从前那般爱她。他起身下楼，在路过客房的时候听到了霍景君的声音，他下意识驻足。是我害得姐姐受伤了，我不该乱来的。许念堂啜泣，你怀孕了不能饿肚子，是瑶瑶太小题大做，都怪我将她宠坏了。你不许哭了，再哭我会心疼死。你呀，越来越爱哭鼻子了。霍景君抱着她摸了摸她的发顶，不许说我。许念堂撒娇，妩媚的脸上染着委屈，格外撩人。霍景君喉结滚动，移开视线，在船上太激烈，差点害得许念堂流产。他现在已经不敢乱来。哥哥想了吗？可惜姐姐受伤了，也不能满足你。她不受伤也没有你诱人。小妖精，我能忍住，等肚子里的孩子稳定了，我饶不了你。霍景君勾了勾唇，我可以帮哥哥的。许念堂说完，身子往下滑。他那张妩媚的脸和清纯的声音形成极大的反差，配上他的动作，霍景君忍不住闷哼：堂堂，你真棒。再次看到这一幕，温之遥的内心已经激不起一丝涟漪。他麻木地继续下楼喝水。许师头受伤的原因，他这一觉睡得格外沉，直到第二天傍晚才醒来。老婆，我想救的是你，但你倒地的速度太快，我抓不住。霍景君见他醒来，赶忙开口解释，眼神有些闪烁。许念堂呢？温之遥看着他，懒得拆穿他的谎言，只是淡淡问道：你要怪就怪我，小姑娘毛毛躁躁的，她不是故意撞你的，她自己也差点受伤。霍景君替许念堂解释，我知道了，明天是我爸妈的忌日，你能陪我去吗？温之遥语气平静，情绪没有丝毫起伏。当然能。霍景君见温之遥不生气，松了一口气，但随即又看向温之遥，他总觉得他变得不一样了。他看他的眼里似乎少了爱。
霍景君想询问，温之遥已经闭上眼睛，整整一晚上他都迷迷糊糊，仿佛一直在睡觉。霍景君几次跟他说话，他都没有反应。第二天是温父和温母的忌日，温之遥早早起床洗漱，换上一套黑色的休闲装，坐着霍景君的车出发。霍景君贴心的给他准备了早餐和祭祀要用的物品，见他脸色难看，很是心疼，以为他是伤心难过，一路上找话题跟他聊天。温之遥一直兴趣泛泛，爱答不理。车子刚到墓园，霍景君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他的神色变得紧张，一个急刹车停在了路边。温之遥猝不及防朝前撞过去，肩头被安全带勒红，他忍不住开口询问：怎么了？老婆，公司有点急事，我去处理一下，你先去祭拜爸妈，我很快回来。霍景君脸色铁青，眼里是抑制不住的紧张和担忧。温之遥体贴地点点头，打开车门走下去，身子还没站稳，霍景君就焦急地开车，险些将他拽倒。看着被车轮溅起的尘土，温之遥笑了笑。霍景君似乎忘了他的手机连着蓝牙，他清晰地看到了来电显示的备注是堂堂宝贝。许念堂受伤了，打电话跟霍景君哭诉。霍景君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丢下他去看许念堂，但这已经不在意了。他早已经不再爱霍景君，就连对他的怨恨似乎也没有了。霍景君走后，许念堂从一旁走了出来。姐姐，你看见了吗？哥哥爱的人是我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就离开哥哥。我不过是撒谎说你找人欺负我，你看他急的。许念堂一脸挑衅，扬了扬手里的电话。你不用刺激我，你喜欢收垃圾就拿走。温之遥平静地看着他，说完就转身去祭拜父母。你一个欺负牛什么？哥哥为了娶我，等了我5年，这5年你就是个笑话，没有了哥哥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许念堂看着温之遥的反应，心里不由恼怒。温之遥的脚步顿了顿，纵使心死，还是忍不住难过。没有霍景君，我还是温家小姐，就算你当了霍太太，也没有资格在我面前叫嚣。许念堂，不是你逼我走的，而是我不要霍景君了。他回头强忍着情绪，温之遥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许念堂气红了眼，他愤恨地看着温之遥的背影。温之遥没有理会他，径直去到父母坟前，跟他们道别。他跟父母说了这5年的一切，他的态度出奇的平静，没有掉一滴泪。爸爸妈妈，我已经不爱霍景君了，你们不用担心我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天色将黑，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墓园。这期间，霍景君没有出现，也没有打来电话。墓园位置偏僻，需要走一段小路才能打到车。温之遥跟父母道别之后，缓缓朝着大路走去。刚走出一段距离，温之遥就感觉身后有人跟着他，他加快脚步，拿出手机想要报警。电话还没拨出去，他就被身后的人追上，手帕捂住了他的嘴。温之遥剧烈挣扎，眼前突然一黑，他被迷药迷晕了。一阵刺骨的寒意袭来，温之遥被泼了一桶冰水，他猛地清醒过来，他被人反绑在柱子上，眼睛被黑布罩住，身体冻得瑟瑟发抖。你是谁？为什么抓我？说话！你们是谁？你们要钱是不是？我有钱，我有很多钱，给我个卡号，我现在就转给你。温之遥颤声大喊，未知的恐惧席卷而来，他感到无比的害怕。温之遥什么也看不到，无论他怎么询问，回答他的都是沉默。衣服被冰水浸湿，风一吹带起刺骨的凉意，他越来越慌，不安地挣扎。温之遥突然痛呼一声，那人拿棍子狠狠打向他的小腹。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只需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就行。那人举起棍子又砸向他的小腹，他顿时感觉五脏六腑都挤到一起，疼得他落泪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那人不再说话，又抡着棍子连续打向他的肚子，每一下都用足了力道，仿佛要将他的内脏敲碎。他被痛晕过去，又生生被疼醒，打到最后他已痛到麻木，下身的鲜血浸透了他的裤子，嘴角的鲜血沾湿了他的衣服。那人似乎打累了，丢下棍子，解开绑着他的身子，他像一块破碎的抹布倒在地上，鲜血很快在地上晕开，他彻底昏死了过去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四周已经没人了。他摘掉眼上的黑布，看到了面前摆放着的投影仪，画面里霍景君抱着许念堂，不停地亲吻着他的额头，安抚他。宝宝不哭了，还是没事。哥哥，我不相信是姐姐要害我。姐姐那么好的人，怎么会因为我不小心推倒她就害我呢？或许人是会变的，事实摆在眼前，是瑶瑶找人教训你，若不是你及时报警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就算这样，你也不能替我出气，不能伤害姐姐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替她着想？放心吧，我就是教训一下动你的人。瑶瑶那里，我找机会警告她。霍景君满眼失望，
他已经认定了温之遥雇凶伤害许念堂。温之遥倒在地上，疼得浑身痉挛，他死死盯着屏幕上的人脸，心像是被直接从身体里硬扯出来，鲜血淋漓。曾经信他入骨的霍景君，如今因为许念堂给他套上莫须有的罪名，让人狠狠地教训他，心变了，一切都跟着变了。他笑了，笑出了眼泪。霍景君，如果有一天知道了真相，你会后悔吗？投影仪一遍一遍播放着霍景君和许念堂一起的画面，霍景君对温之遥的怀疑一遍一遍刺痛着他的心。投影仪又播放了最新的画面，霍景君给许念堂做吃的，他一改刚刚的阴狠，脸上满是笑意，看许念堂的眼神溢满了温柔和爱意，仿佛当年看他那般。耳边不断响起霍景君的话，他的承诺，他的告白，他的欺骗，像一根根针一样刺痛他的耳膜。瑶瑶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叫你老婆？瑶瑶宝贝，我好爱你，你快答应我的求婚吧。霍景君爱温之遥一生一世，谁敢欺负瑶瑶，我跟他拼命。老婆，我厨艺很好，你的一日三餐交给我了，这世上只有你才有资格吃我做的东西，我爸妈也不行。老婆，堂堂救了你，也是救了我的命，反正他是个孤儿，我们照顾他吧。我对堂堂当然是真的，他想要一段长久的婚姻而已，我给得起。记忆里那个爱他的男人逐渐跟大屏幕上的霍景君分离，一点点从温之遥的心里抽离。天彻底黑了，他无助地倒在地上，任由黑暗和寒冷将他侵蚀。等他再次恢复意识，他缓缓挪动身子，身下已经干涸的血随着他的动作在地上形成一条长长的血痕。他的小腹已经没有知觉，强撑着身子站起来往外走。温暖的阳光洒下，却暖不了他冰冷的身心。他最终还是昏倒在路边，被人送去了医院。温小姐，你的腹部遭受严重撞击，我们需要手术。温之遥听着医生的话，并没有太大的情绪反应。失去了宝宝之后，她已经接受了不能再怀孕的事实。就这样吧，至少她还能活着离开霍景君。手术后的温之遥刚刚苏醒，就被人堵住嘴巴，套上头套，带到了霍景君面前。堂，人带来了，待会儿教训完，不许再难过了。霍景君在看向许念堂时，目光又变得温柔起来。我做什么都行。想怎么样都行，有我在。霍景君宠溺，就算搞出人命也有他担着。许念堂得意地拍拍手，命保镖拿上来2个骨灰盒。你要干什么？温之遥认出了那2个骨灰盒，是他父母的。他急忙开口，发出的却是呜呜声。哥哥，我想将坏人的父母挫骨扬灰。许念堂勾唇看向霍景君。好，不要。霍景君，你看一眼，他们是你岳父母，骨灰盒是你亲手做的，求求你阻止他。温之遥泪流满面，他不停地扭动身子，嘴里说不出话，只能呜咽出声。霍景君的目光一直落在许念堂脸上，丝毫没有注意他手里的骨灰盒。温之遥越来越绝望，看着骨灰随风飘散，他的一颗心碎成了渣。霍景君，你眼里只有许念堂吗？温之遥被保镖控制着，动弹不得，浑身的伤痛侵蚀着他的神经，他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许念堂见状，将剩下的骨灰一起撒了出去。哥哥，我们走吧，我不生气了。好。霍景君抱着他离开，路过昏迷的温之遥时，不由放慢脚步。可他最终也没有仔细看他一眼，可他却连头也不回。温之遥醒来，地面的骨灰早已经消失不见。他马捧着空空的骨灰盒，眼泪已经流干。他回到别墅，取走了自己新办的证件，看了一眼生活5年的别墅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。温之遥拿起棒球棍砸碎了他们一起拼起来的乐高，一起选购的沙发，一起订购的电视。温之遥拼尽最后的力气毁掉了客厅的一切，看着一地狼藉，他笑出了声，声音凄凉悲伤。扔掉棒球棍，温之遥用口红在墙上写下2行字。温之遥心里默念：霍景君，你曾说过辜负真心的人要吞1万根针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爱上你。温之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别墅，将他和霍景君的一切扔在了废墟里。霍景君抱着许念堂上车，下意识感觉胸口发闷，不由得回头看向身后的废弃工厂，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在里面。眼前莫名浮现出刚刚那个女人爬向他身边的画面，他的身段竟有些熟悉。哥哥，怎么了？许念堂看着他的样子，忍不住询问。霍景君猛地回神，启动车辆，脸上带着一丝自我厌弃的冷意。霍景君收回视线，摇了摇头，一定是他想多了，那就是个贱人，他怎么会认识？霍景君开车离开，离废弃工厂越远，他的心情就越烦躁。他下意识扯了扯领带，恍惚之间没有看到前面拐出来的车，只听见前方一辆车突然从路口窜出，车灯刺眼，霍景君却没有反应。
哥哥小心！许念堂惊呼一声，伸手抢夺他的方向盘，堪堪避开了那辆车。霍景军一脚油门踩下去，车子猛地停了下来，车内死一般寂静。霍景军大口喘息，额头渗出冷汗，双手死死抓着方向盘。霍景军惊魂未定，眉头紧紧皱了起来。霍景军眼前再次浮现出温之遥在墓园转身离去的绝望背影。他从没有如此心绪不宁的时候，温之遥的面容一直浮现在他眼前。霍景军痛苦地闭上眼，将头靠在座椅上，指节用力到发白。想起被自己丢在墓园的温之遥，他内心感觉一阵后悔和自责。一定是他最近忽略了他才会生气，才会欺负许念堂。等许念堂好一些，他要多陪陪温之遥。哥哥是不是想姐姐了？你回去找姐姐吧，我在这里下车，我一个人没事的。我知道有一家新开的蛋糕店很好吃，哥哥买一些哄姐姐吧。霍景军面容有一丝挣扎，先送你回去吧。你这么乖，总不能老让你受委屈。我不委屈，照顾姐姐是应该的，就是哥哥开车不要再分身了，你要出事，我和姐姐都会伤心。霍景军歉意地吻了吻他额头，开车将他送回家。霍景军抱着许念堂回家，哄睡了许念堂，才终于闲下来，拿出手机给温之遥发消息：老婆，回家了吗？堂堂发生意外，跟我求救，我不能看着他出事就送他来医院了。摇摇动堂堂的人是不是你安排的？他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为什么对他动手？等他身体好了，你们当面把误会解开，我不希望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。霍景军连续几条信息都是质问和警告，他自己都没有发现他的心不知不觉中已经偏向许念堂。消息发过去，石沉大海，他的心头莫名有些不安，但想起温之遥最近总发脾气，闹得厉害，总是不接电话，心底又燃起一股烦躁。霍景军给温之遥打过去电话，一直想到结束也无人接听，他的心情越来越差。温之遥这是在跟他闹脾气，明明是他做错了事情，找人伤害许念堂，凭什么他生气？一定是他把温之遥宠坏了，让他有恃无恐，随便在他面前折腾。这一次温之遥错得太离谱，他不会像之前那样立刻跑回去哄他，总归要让他意识到错误。霍景军放下手机，又回到许念堂身边，看着他苍白的面孔，眼前莫名浮现出温之遥的脸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温之遥的面色好像一直很差，没有什么血色，心狠狠一沉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他忽略了。可他一时间又想不出来，是不是温之遥出了什么事？不行，他得回去看看。霍景军内心的不安越来越明显，他起身就往外走。你要去哪？许念堂攥着霍景军的衣摆，渴求地看着他。宝宝乖，我该回家了。霍景军温柔的语气中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愠怒。许念堂委屈地松开了手，内心怨恨温之遥，嘴上却替他说话。哥哥，你记得千万不要凶姐姐，傻瓜，多想想自己，我很快回来陪你。霍景军说完后匆匆赶回别墅，路上一直感觉莫名的心慌，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正从他的生命中消失。等红灯的时候，他给温之遥拨打了电话，机械女声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此刻他竟比以往听到这提示音更加心慌，他开车的速度莫名加快，连续超速和闯红灯都没有察觉。霍景军只想快点见到温之遥。终于回到别墅，他心跳却越来越快。打开的门的瞬间，霍景军整个人如遭雷击，双脚犹如千斤重，迈不开一步。整个别墅死气沉沉，没有一丝生气，客厅宛如废墟。他张了张嘴，喉咙有些干涩，整颗心悬了起来，不安和恐慌交织成网，将他罩住。他艰难挪动步子，穿过一地狼藉上楼，迫不及待打开卧房。卧房整整齐齐，温之遥的一切都在，唯独少了他的人。霍景军又跑到书房寻找，书房也一切如初。他的心猛地一沉，连续给温之遥打电话，他电话一直关机。他拨通了助理的电话，太太不见了，快去找，1个小时之内我要知道消息。霍景军像是想起了什么，他快速打开保险柜，里面属于温之遥的证件不见了，包括那份假的结婚证。难道霍景军不敢往最坏的方向想？他踉跄下楼，走到最后一阶台阶，他的脚步顿时停了下来。原本挂满照片的墙上写着2行字：霍景军，你曾说过辜负真心的人要吞1万根针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爱上你。霍景军身子猛地一晃，双眸瞬间模糊，心脏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攥着，疼得他快要窒息。他的手不由得攥拳，脑海中浮现温之遥的面容。自他从安道尔回来，他就没有再露出过笑颜，没有再亲昵地喊他老公，他甚至搅碎他们所有的合照。他每次因为许念堂骗他的时候，他的反应都出奇的平静。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他知道了他跟许念堂的关系。霍景军承受不住这个想法，狠狠跌坐在地上，掌心按在地上的碎片堆里，扎得血肉模糊。他浑然不觉的疼，
满脑子都是温之遥。助理打来了电话，支支吾吾地说着：“霍总，太太更改了身份信息，找不到她的踪迹。太太还将温家别墅以低于市场价10%卖了。”霍景军彻底慌了，他捏着电话的手指关节泛白，瞬间白了脸色。温之遥更改了身份信息，他是要彻底离开他吗？不可能，他们那么相爱，温之遥怎么舍得离开他？霍景军刷了手机，眼底一片猩红，他不相信温之遥真的会离开。他起身离开别墅，迎面撞上了许念堂，他捧着一个盒子，眼眶泛红。哥哥，这是姐姐寄来的，他只是什么意思？许念堂颤抖着打开了盒子，里面还放着一个录音笔。温之遥恶毒的声音响起，不断重复着：“许念堂，你勾引霍景军，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该死！我不会停止报复，这一次再也不会让霍景军抓到我的人。”霍景军脸色骤变，听着熟悉的声音，他眼底那股悔恨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浓的冷意。温之遥修改信息是故意躲起来，准备报复许念堂。相比温之遥要永远的离开他，他宁愿相信后者。许念堂颤抖着开口，转身就要去医院。哥哥，姐姐怎么会知道？她恨透了我该怎么办？这个孩子不能要了。霍景军一把拉住他，将他按在怀里，有我在，谁也不能伤害你。温之遥长胆子了，竟然要跟我作对。他的脸色阴沉，心里的不安和惶恐彻底被愤怒掩盖。他紧紧锁眉，看了一眼如同废墟的客厅，抱着许念堂离开。那个装着雪娃娃的盒子被扔在地上，在他看不见的角落，许念堂一脸阴狠，得意地勾了勾嘴角。幸好他反应够快，制造了温之遥躲起来要报复他的假象，让霍景军再次对温之遥失望，将注意力再次放到他的身上。温之遥已经走了，绝不能让他再回来。霍景军将许念堂送回医院，日夜不离地守着他。他寝食难安，总是半夜被噩梦惊醒。许念堂的精神越来越差，吃不下东西，肚子的孩子也受到了影响。霍景军担心一天找不到温之遥，许念堂就会紧张担忧一天。他决定举办一个宴会，用公开他跟许念堂关系为诱饵，逼温之遥出现，跟他解释清楚这一切。只要他不再针对许念堂，他会像以前那样爱他，不去计较这段时间他的所作所为。宴会当天，霍景军牵着盛装打扮的许念堂出现，众人心照不宣的鼓掌，对他们献上祝福。许念堂想到能名正言顺当霍太太，嘴角一直上扬，欣然接受大家的祝福。霍景军脸上没有喜悦，对大家的祝福置若罔闻，只是心不在焉地看着宴会门口。他在等待温之遥出现，他相信他一定会来质问他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就在司仪请霍景军和许念堂上台发言的时候，宴会厅的大门被缓缓推开。霍景军正走向舞台，听到开门声，脚步一顿，下意识朝门口看过去。他悄悄松了一口气，在看清来人的时候，眉头又倏然地皱了起来。是温之遥的律师。律师一步一步走到霍景军面前，将手里的文件袋举到他面前。律师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，打开了档案袋，抽出几张纸。霍总，知南小姐委托我将这些给你，这份是你和许小姐在安道尔结婚的证明，这是你和我当事人的假结婚证。从今往后，你们结束同居关系，互不干扰。你们财产有纠葛的部分分割好，当事人归还了你所有的赠与，这是清单。这份是许念堂小姐下毒毒害我当事人的证据和毒素检测报告，这份是我当事人的流产报告，这份你派人殴打我当事人的证据，已经对他造成严重的伤害，他随时可以追究刑事责任。律师将证据一样一样甩到霍景军的面前，看着他一点点变白的脸色。霍总，若你和夫人能安分守己，不再骚扰之男，他将会放弃追究。另外，他祝你和夫人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这 U 盘里有很多好看的视频，霍总可以慢慢欣赏。律师说完，看都没看霍景军一眼，径直离开了宴会厅。参加宴会的人皆是一惊，尤其是霍景军的几个朋友，看许念堂的眼神都变了。他们一直帮着这样恶毒的人欺骗温之遥，让他们有一种助纣为虐的负罪感。他们纷纷看向许念堂，眼神不善。许念堂感觉脸颊发烫，下意识扑向霍景军，将那些资料做下身下。这不是真的，哥哥不要相信他，一定是姐姐污蔑我的。霍景军愣在原地，一双眸子猩红的可怕，他浑身肌肉紧绷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许念堂，冷声开口：滚开！哥哥，你相信我，我跟你一样疼爱姐姐，我怎么会伤害她呢？霍景军死死盯着他，眼神如刀，吓得他眼神闪躲，心虚别开头。霍景军内心被莫名的恐慌灼烧，他对着众人怒吼：都滚，滚出去！许念堂麻利的起身，不等他走出一步，身后就响起霍景军冰冷的声音：许念堂留下。他身子猛地一震，站在原地不停地颤抖。他从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霍景军。霍景军让保镖将他捆绑在座椅上，将 U 盘插进电脑了。
第一个画面是安道尔酒店的房间，透过门缝看着他和兄弟们讨论跟许念堂结婚的事情。第二个画面是他扶着许念堂产检，在旋转餐厅喂他吃饭。第10个画面是温之遥孤独地躺在病床上，被失去孩子的痛苦折磨着。最后一个画面是许念堂发给他的视频，霍景君认定了是他伤害许念堂。视频播放完，空气死一样的沉寂。霍景君眼底翻涌着悲痛和恨意，从头到尾温之遥都是受害者，是他亲手将深爱着他的温之遥推入了深渊。霍景君死攥拳，猩红的双眼氤氲雾气，抑制不住情绪，狠狠将电脑砸在地上。他失控地踢翻了红酒塔，砸碎了大屏幕，抓起地上掺杂着碎玻璃的文件，用力揉捏着，鲜血染红了白纸，滴在地上。他突然笑了，笑得出了眼泪。老婆，你一定恨死我了吧？你一定不会再原谅我了，是不是？我怎么会自以为是到觉得我能瞒得住你？霍景君踉跄后退几步，心脏如同被钝刀割开，疼痛随着血液流遍全身，让他痛不欲生。一旁的许念堂早已经吓得目瞪口呆，一向自持冷静的霍景君竟会失去理智的发疯。他不敢说话，就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。他想逃离这里。猛然间，霍景君看向了他，他的身子猛地一震。他硬着头皮安慰，妩媚的脸上满是惊恐。哥哥，你别难过，姐姐会回来的。如果她不高兴，我可以离开。霍景君冷笑一声，走到了他面前。你不用走，你得留在我身边，等我查清楚你所有的罪行，我要让你体验什么是生不如死。他看着他收敛了情绪，稍稍安心了一下。可霍景君的话让他入坠寒潭。霍景君一贯温柔的脸上露出一抹杀意，命人将许念堂带走。许念堂吓得噤声，直到被拖出宴会厅，他才想起来求饶。哥哥，我是被冤枉的。霍景君闭上眼，依旧挡不住刚刚看到的画面。温之遥那张苍白的面容如同魔咒一样纠缠着他。他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，找回理智，离开宴会厅。他让助理查了买温家老宅人的资料，无论花多少钱，他都要买回来。律师看着面色灰败的霍景君，忍不住嘲讽：霍总这么快又见面了？霍总以为买回温家老宅就能弥补你犯的过错？少废话，3倍价格卖给我。不卖。霍景君冷声警告：不卖也得卖，你只是个小小的律师，拿什么跟霍家抗衡？10倍价格，给你1天时间跟我助理交接。律师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起身就走。霍总可以试试，我还有事，就不奉陪了。霍景君眼眸微眯，死死盯着律师的背影。你是不是知道我老婆在哪？他让你送来文件，说明你们有联系。霍总，你跟之南不是夫妻，于法你没权利喊他老婆，于道德你不配。他的话如同利刃刺痛了霍景君的心。霍景君深吸一口气，我跟我老婆之间的事情，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指指点点，你只需要告诉我她在哪。律师不再说话，走了出去。霍景君追出去，抓住他的肩膀，阻拦他离开。律师厌恶甩开他，他又走上来揪住律师的衣领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告诉我他在哪。你不配知道。霍景君抬手打了律师一拳，律师毫不留情地还手。霍景君脚下不稳，踉跄撞向了一旁的玻璃门，他整个人从玻璃门传过去，磕破了头，西装被划开无数口子，鲜血瞬间流了满面，遮住了他的视线。一阵眩晕感袭来，他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再次醒来，霍景君已经到了医院，他严重脑震荡，已经昏迷了1个周。醒来的时候看到了霍夫人，霍夫人一脸担忧，见他醒来，沉了脸色。霍景君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新政的，跟你那混蛋老爸不一样，结果你太让我失望。霍夫人责备道，你跟瑶瑶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是你对不起他，你不要再去找他，他一辈子都不会再原谅你。霍景君埋在被子里的手一抖，内心晕开疼痛，他用力摇头，不，我要去找他，我会让他原谅我，回到我身边的。他们那么多年的感情，他放不下去，是他错了，他认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他都要找回温之遥。妈，这件事我会处理。说完，霍景君闭上眼，不愿再理霍夫人。霍夫人陪了他一会儿，见劝不住他，就起身离开了。霍夫人走在医院走廊，背影显得有些落寞，眼神中透着对过往的痛恨。霍父当年出轨，为了跟小三私奔，发生空难死了。霍夫人恨透了他，从小就教育霍景君要一心一意对待感情。他曾以为霍景君对温之遥的爱独一无二，会坚持一辈子。他不愿再管他，只希望温之遥不会被他2次伤害。陆母走后，霍景君就办理了出院。他拿着许念堂的调查资料去到他面前，他被关了1个周，面如枯槁。看到霍景君，第一时间扑到他面前，哥哥，你终于来看我了，放我出去吧，我好饿，宝宝也好饿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以前都没有伤害过姐姐，只是最近我被迷了眼，想要跟姐姐争。我知道错了，
我以后会安分守己，我们一起找姐姐，我给她道歉，我一定乖乖的。他拉着她的手放到小腹上，希望她看在孩子的面子上放过他。许念堂哭着说道，以往他这样，霍景君会心软，会哄他，可现在他只是冷着一张脸，眼神森冷地看着他，像是在看死人。许念堂别装了，若不是看在你当初救过瑶瑶，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。霍景君扣住他的下巴，用力将他推远了一些。你要干什么？哥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不要伤害我，我还怀着你的孩子。他惊恐瞪着眼，感觉自己快要窒息。放心，很快你就没孩子了。霍景君将他放开，他无力倒在地上，捂着脖子用力吸气。许念堂来不及反应，就看到保镖拖着棒球棍走进来，那冰冷的金属光泽刺痛了他的眼。你不要这么对我，我是霍太太。许念堂挣扎着被抓起来，霍景君亲自拿过棒球棒，眼神中没有一丝温度，仿佛在这个看一个死物。他朝他肚子上狠狠砸去，许念堂痛呼一声，下身直接流出鲜血，剧烈的疼痛让他五官扭曲。霍景君，你疯了，这也是你的孩子，你就是个魔鬼。霍景君宛若未闻，又狠狠打了一棍子。求求你别打了，放过我吧。第三棍子，许念堂已经疼得痉挛，他求饶的话再也说不出口。看着他鲜血直流，痛苦不已的样子，霍景君红了眼。他的瑶瑶挨打的时候也这么疼吧？你们继续打满棍，再把他送进监狱。霍景君扔掉棒球棍，转身离开。他突然捂着胸口，五脏六腑传来剧痛，他疼得弯了腰，鲜血从嘴角溢出，他痛苦地倒在地上。老婆，你在哪？我好想你，没有你，我活不了。此时的温之遥躺在千里之外的医院，他当时离开的时候，身子本就没有养好，途中下身一直流血，严重贫血，昏倒了好几次，他不得不停下来住院治疗。住院第3天，他收到了律师的消息，文件已经交给了霍景君。霍景君似乎疯了，满世界找你。温之遥内心毫无波澜，他对霍景君已经无爱无恨，无论他做什么都牵不起他的情绪。沈律师，谢谢你，以后霍景君的事情不需要跟我说了。温小姐，你还好吗？有用得到我的地方可以告诉我。我一切都好，谢谢你。如果你有空，希望你可以在清明的时候去看看我父母。沈律师痛快答应。温之遥再次道谢后挂了电话。温之遥终于养好了身子，他又买了同一时间段的所有航班。从小跟霍景君一起长大，他知道霍景君很聪明，手眼通天，只要他不放弃寻找，终有一天会找到他。他只能用这样的方法延缓被找到的速度。温之遥本想一直旅行，他却在西南的一处大山被绊住了脚步。半山腰有一个很小的村子，风景秀美，却格外贫穷。村子里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和留守儿童，村里没有学校，有些幸运的孩子会被父母接出去读书，大部分都在村子里散养，养到10几岁就出去打工。温之遥是意外迷路来到了这里，这里只有简单的水电，没有网络，没有娱乐消遣，各家各户互相交换着种的粮食和蔬菜，谁家孩子在外面过得好，都会帮助吃上饭的人。温之遥第1天来到这里，就受到了热情的招待，老人和小孩都非常喜欢他，对他带着零食和设备非常好奇，围着他听他讲解，大家纷纷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招待他。他被震惊到了，想不到现在的社会还能找到如此淳朴的村落。温之遥选择暂时在这里住下来，每天听着林中的鸟叫虫鸣，看着蓝天白云，他的心情越来越好。住下的第3天，迎来了一场突来的暴雨，村头刘奶奶的房子被大雨冲垮，大家纷纷去帮忙将刘奶奶救出来。丫头，你快去躲着，这里有我们呢。秦奶奶推开她，让她去躲着，让我一起帮忙吧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。温之遥从小娇生惯养，又被霍景君捧在手心里宠了那么多年，他其实什么也不会做，但那一刻他想救人。但此刻他努力地用手扒开泥土，想要救出刘奶奶。雨实在太大了，很快就模糊了他的视线，他只觉得头越来越沉，身子一歪昏了过去。等他醒来，雨已经停了。丫头，你烧了3天，我们这村子不适合你，你还是回大城市去吧。看着秦奶奶脸上的担忧和不舍，温之遥突然意识到他该做什么了。温之遥在秦奶奶的指引下走出了大山，他回到城市的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当地的相关部门，他要修一条通往村子的路，在村子拉网，让老人和孩子们能接收到大山外面的信息。他还要建造学校和医院，改善他们的生活。温之遥最终的目的是将村子打造成旅游目的地，提供相应的工作岗位，吸引那些外出打工的人回去陪伴老人和孩子，只是一个巨大的工程。温之遥投资了上亿，亲自带人回到村子建设。温之遥是意外迷路来到了这里，这里条件这么差，你不习惯的，以后会变好的，日子以后会很好过的。
村里的老人和孩子不明白所谓的建设，但他们知道温之遥不会害他们。能动的人都纷纷前来帮忙，无论温之遥怎么劝，他们都要出一份力。温之遥安排了专业的医疗团队给村里的老人和小孩进行体检，还亲自给孩子们启蒙，教他们读书。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生命的意义，原来没有霍景君的世界也可以这么丰富多彩。这天，温之遥正在给孩子们讲应用题，秦奶奶带着一个人走了进来。丫头，有人找你。温之遥心猛地一顿，第一反应就是霍景君来了，他内心竟没由来的生出一股厌烦。他喜欢现在的生活，不想跟霍景君再有任何交集。他拧眉抬头看向门口，瞬间愣住，只见秦奶奶将身后的男人推到了他面前。奶奶替你考验过了，不是坏人。谢谢奶奶的夸奖，我会一直当个好人。沈律师穿着一套黑色运动服，逆着光站在门口，他脸上的笑意如身后的阳光般温暖。沈律师，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来找你。温之遥努力地思考着，他跟沈律师之间还有什么合同没有处理。自从父母离世，温之遥找了职业经理人托管公司，沈律师就不再是温氏的法律顾问。他委托他处理跟霍景君的财产问题，也付清了律师费。跟霍景君在一起之后，他几乎没有自己的社交，跟沈律师也不算是朋友。他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来找他。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5年前，你是为了救我才出了车祸。沈律师提起当年的事情，眼里闪过悲痛。5年前被车撞的应该是他，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雇凶杀他，车子就快撞上他的时候，是温之遥将他拉到了一旁。凶手趁他多管闲事，径直将他撞倒。若不是为了救他，他就不会出车祸，也不会有许念堂的出现，他就不会承受后面的这些痛苦。沈律师说完，温之遥震惊了一瞬，随后摇头宽慰。沈律师不用自责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就算不是许念堂，也会是别人。霍景君的心太大，能同时装下他和别人，是他的爱不够纯粹，不够长久。沈律师故作轻松，放下了身为金牌律师的架子。你不怪我就好，以后不要叫我沈律师了，叫我沈安白。我不当律师，决定跟你一样投身公益事业，以后我就是你的跟班。温之遥婉拒了他的好意。你不用这样的，我现在很好。我知道你很好，我就是想跟你学习，也出一份力。沈律师假装听不懂，继续给孩子们上课。沈律师在村子里住了下来，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帮忙建设和教小朋友。他对温之遥的照顾无微不至，总是能想到他想要什么，他需要什么，在努力跟他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，给了他满满的爱。村里的人都看得出来他喜欢他，秦奶奶也经常劝他接受他。温之遥有些苦恼。温之遥独自坐在山坡上，沈律师不知何时跟了上来，他递给温之遥一个削好的苹果。温之遥接过苹果却没有吃，而是看着远方被染红的天空。沈安白，你待在这里真的开心吗？有你在的地方我都会开心。他将苹果还给他。我知道你心意，可我不会再爱，也无力再爱。你不要因为愧疚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我前几天吃苹果吃出一条虫子，我以后都不会吃了。一辈子很长，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走出来，会重新相信爱。你不吃苹果没关系，还有其他的水果。沈律师坚持，他不是因为愧疚，他是真的喜欢温之遥。从5年前见到的第一眼就喜欢他，他是故意去温氏当律师，想尽一切办法靠他。无论多久，他都会等，哪怕一辈子用朋友的身份留在他身边，只要看着他安好，他就满足。温之遥没有再说话，默默地起身离开。算了，劝不动就不劝了，他早晚有想通的一天。与此同时，霍景君从没放弃过寻找温之遥，每次找到线索跟过去的时候，又会发现温之遥买了各个地方的票，他是故意在躲着他。霍景君心里越来越慌，整个人变得越发暴躁。霍景君几次在谈合作的时候对合作方发脾气，损失几个亿，公司股东联合抗议，要求更换执行董事，并且由霍景君自己来承担损失。霍总，公司平白损失那么多，我们不认。你要因为私人情感影响了工作，你可以考虑暂时让位。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你也得考虑我们的利益。我们已经告诉过霍夫人，你若执迷不悟，我们就抛售手里的股份，撤资。面对他们的威胁，霍景君没有任何反应，全然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。霍总有太太的下落了，他在哪？瑶瑶在哪？快告诉我。西南的一个山村。他一脸欣喜，抬脚就往外走。几个股东见状阻拦，霍景君竟挥拳将最近的人打倒。他心里只有温之遥，其他的对他来说都不重要。一路走出霍氏集团，急匆匆开车去机场。霍景君一路超速，在十字路口过黄灯的时候，被一辆同样抢灯的大车撞到了路边，一声巨响，迈巴赫被挤得变形，座椅卡住了他的腿。他拼命扯开安全带，用力往外拔自己的腿，越用力卡得越死。不过几分钟，他的腿就肿了，鲜血浸湿了裤腿，
好在救援及时赶来，将他从车里救了出来。不等救援人员将他抬上救护车，他就挣扎着下来，一瘸一拐地往前走。别拦着我，我要去找我老婆。霍景军怒视着追上来的医护人员，呵斥他们让开。先生，你的腿需要及时治疗，否则会有截肢的风险。霍景军不加理会，径直往前走。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去找温之遥。没有温之遥的这1年多，他度日如年，寝食难安。老婆，等我来找你。下一秒，他轰然倒地。他努力尝试了几次，都无力再站起来，只能任由自己被送去医院。霍景军不配合治疗，他只想快点出院去找温之遥。让我出院，我要去找我老婆。霍景军一次次下床，一次次倒地，又一次次被抬回床上。霍夫人赶来就看到了如同疯子一般的霍景军，他黑着脸要求医生给霍景军注射镇定剂，强行给他治疗。霍景军被绑在床上，恶狠狠地瞪着霍夫人，早已没有往日的风度。让我去找瑶瑶，你凭什么让他们绑着我？妈，你自己没留住老公，也想瑶瑶失去我吗？霍景军失去理智，口不择言，直戳霍夫人的痛处。让我去找瑶瑶。霍夫人狠狠打了霍景军一巴掌，她红着眼看他。霍景军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没人阻止你去找瑶瑶，是你自己不争气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你如果能理智一点，不出车祸就不用住院。你现在双腿不能行走，你打算爬着去找他？霍夫人气得浑身发抖，忍不住又扇了霍景军一巴掌。早知道你是这个德行，我就阻止瑶瑶嫁给你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我再也不管你了。霍夫人转身就走，重重关上病房的门。霍景军呆愣，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伤害了霍夫人。这天开始，霍景军积极配合治疗，双腿愈合情况比想象中要好，他很快就能下地活动。出院的第一时间，他动身去找温之遥。山村的旅游事业正式启动，温之遥邀请了旅游博主和美食博主来村里打卡。村里的民居大部分还保持着原来的构造，只是给墙壁加固，有的开设民宿，有的开设饭店。整个村子结合当地美景进行了改造，建造了多处观景台，还原了茶马古道的盛况，还让奶奶们教游客飞翼编织和拓印。第一批来这里体验的博主们都感觉很好，在这里住上2-3天，休闲放松，惬意又自在。网上的宣传一波接着一波，村子的休闲游渐渐有了知名度。第二批来这里的是某著名企业的员工，他们进行年终旅行，每个人的体验都很快，一些旅行团自动找上门合作，还有越来越多的散客来旅游。村子的承载力有限，开始进行实名制预约。那些外出打工的夫妻知道这个消息，纷纷回到村子，跟老人们一起经营自家的小店，教育和医疗也建设起来，村里的每个人都很开心。沈律师跟温之遥并肩而立在窗前，看着窗外路过的游客，他真心的夸赞：真好，你的付出是值得的，每个人都付出了，我也觉得很好。温之遥会心一笑，随即敛了神色，有些不舍。我们该走了，去下一个需要我们的地方。温之遥想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人，让更多的孩子有学上，老人有所依靠。好，我们走。沈律师嘴角不由上翘，他跟温之遥之间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，至少他不再赶他离开了。温之遥离开的前一天，霍景军找来了，秦奶奶领着他进来，一脸警惕地提醒温之遥：丫头，这次这个不是好人，你离他远一点，老婆子就在外面，有事叫我。温之遥淡淡一笑，看向了站在门口的霍景军，再次相见，他比想象中的还要平静，就如同遇见了一个陌生的游客。接近2年没有见，霍景军变了很多，他瘦了一圈，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憔悴和疲惫，眼里也没了明亮的光，整个人像是被浸在了黑暗里。他再也不是那个闪闪发光、温柔如水，让他看一眼就会心动的男人。好久不见，霍先生。霍景军瞬间红了眼，温之遥疏离的样子刺痛了他的心。他幻想过无数次重逢的画面，他想过他会哭、会闹，会歇斯底里地质问他为什么要骗他，唯独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淡然，仿佛从没有爱过他。老婆，别这样对我。霍先生，我们从没有结过婚，我不是你老婆，我跟你之间早就已经结束，不管你要说什么，我都不想听。他拼命摇头，一个箭步冲到温之遥面前，伸手就要抱他。不，你是我老婆，我爱你。温之遥后退一步，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。霍先生请自重。霍景军脸偏向一侧，眼里满是震惊和受伤。老瑶瑶，你怎么样才肯原谅我？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从你决定等许念堂长大跟他结婚那天开始，我们就注定是这样的结局。他已经疯了，只要你回去，我们就去领证。我错了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温之遥脸上终于有了一丝表情，他皱了皱眉，厌恶地看着他。霍景军，别再恶心我了。恶心？霍景军踉跄后退2步，心脏仿佛被一只大手紧紧攥着，让他无法呼吸。他的瑶瑶说他恶心，眼泪不受控落下，
他隔着泪目看着温之遥，他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此时，沈律师从门外走进来，淡淡看了一眼霍景军，走向温之遥。秦奶奶让你回去吃饭。温之遥没有拒绝，跟着他往外走，从始至终没有再看霍景军一样。霍景军回过神，追出去，他的腿上没有彻底痊愈，在颠簸的石子路上每跑一步，都传来钻心的疼。很快，他就疼得汗流浃背。瑶瑶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好好爱你，求你。温之遥眉头紧锁，不耐烦地开口：不需要你那廉价的爱，我早就不爱你了。是因为他，沈安白，你无耻，竟然勾引我老婆。无耻的是你，我跟你之间的问题，为什么要牵连别人？你这种人，从来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你别让我后悔曾经爱过你。说罢，温之遥拉着沈律师就进了屋。霍景军不死心，想要强行跟进院子，秦奶奶却操起一把扫把挥了过来：我家不欢迎你，赶紧走。霍景军纠缠温之遥的事情很快在村里传开，淳朴的村民们自发组织了保卫队，是要将这个通过恶霸赶下山。霍景军不肯走，坚持往村里冲，几次都被推倒在地，摔得浑身是伤。就在霍景军在前门跟村民纠缠的时候，温之遥和沈安柏已经从小路下山，悄悄离开了村子。临别时，秦奶奶万般不舍，给他准备了好多特产，塞都塞不下。丫头要经常回来看看。放心吧，奶奶，我会回来的。你好好照顾自己，丫头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温之遥含泪转身，走了几步，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。别哭，想回来可以随时回来。这一片大山中，类似的村子有很多。温之遥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地去找，他跟沈律师商量，成立一个公司，跟相关部门合作，因地制宜改善生活条件。霍景军被阻止进入村子，他忍无可忍，让助理叫来了保镖，硬冲进了村子。霍景军带着怒气冲进院子，找遍了整个村子都没有看到温之遥和沈律师的身影，一股无名火袭上心头。他带着保镖离开，继续寻找温之遥。再次找到温之遥，是在云城温之遥的公司成立当天。温之遥站在台上侃侃而谈，阐述公司成立的初衷，动员有能力的人一起投身其中。我们将帮助西面的山村发展，那片有各种野山菌，我们打算结合实际情况，绿色开发，吸引外出打工青年返乡。霍景军站在角落，看着一身正装、自信发言的温之遥，眼里闪过一抹惊艳。他很久没有见过这么闪闪发光的温之遥，自从跟他在一起，他就好像被困在了井底，他的生活里只有他，他付出一切，孤注一掷爱他，他却让他失望了。这一刻，霍景军似乎理解了温之遥的冷漠和决绝。爱他的那个温之遥，在他一次次的欺骗和伤害中已经死了，只有彻底离开他，他才能获得重生。如今的温之遥有自己热爱的事业，有自己向往的生活，他终于逃离了那个井底。他或许不该再去打扰他。温之遥下台，一眼就看到了霍景军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他现在越来越颓废，仿佛是在故意作践自己。遥遥离开我，你是不是过得比以前快乐的？是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伤害了你，我不需要你的道歉，因为我早就不恨你了。你走吧，做你该做的事情。霍景军定在原地，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，胸口又疼又闷，视线也逐渐模糊，仿佛有一块黑影遮挡着。下一刻，他倒在了地上。他休息了一会儿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没有放在心上。他找了一家花店，订购了1年的鲜花，让他们每天送到温之遥办公室。霍景军选择了离开，他刚下飞机就被股东围住，他们逼迫霍景军让位。霍景军脸色阴沉，跟他们签了对赌协议，如果半年不能赚回20亿，就主动将霍氏集团交出去。如果我做到了，以后无论我做出什么决定，都不许有人反对。霍景军变回工作狂，几乎住在了公司，所有的大型合作他都亲自跟进，国内国外不停的出差，他连轴工作，最少的时候3天睡不够4个小时。很多时候他会感觉到头晕，或者眼前一片漆黑，他只以为是工作太累，没有在意。半年时间转瞬即逝，霍景军超额完成了协议，那些股东瞠目结舌，开始恭维夸赞他。他们以为霍景军是在意公司，所以拼了命的工作。事实上，霍景军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温之遥。霍景军暗中找人跟温之遥合作，每年将公司利润的5%给温之遥，用于发展他的公司项目。他不敢继续打扰温之遥，想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他。公司股东们知道这个消息，又跑到霍景军面前去闹。霍景军将对赌协议甩出来，堵住了他们的嘴。他跟温之遥签订的是无限期协议，只要温之遥还在继续发展山村，这笔钱就会一直汇过去。霍景军每天都会收到有关温之遥的消息和他的视频，他变得越来越自信，越来越耀眼。他是霍景军支撑下去的动力。某个深夜，霍景军从办公室起来，眼前突然一黑，
整个人栽倒在了地上。等他醒来，看到泪流满面的霍夫人。霍景君几次伤了头，导致脑里有淤血压迫神经，位置特殊无法清除，他随时可能失明或者昏倒，甚至还有可能丧命。霍景君得知消息，脑海中闪过第一个念头就是害怕不能守护温之遥。幸好合同签完了，我也算是参与了他的未来。妈，对不起，我醒悟得太晚，不仅伤害了瑶瑶，也伤了你的心。如果我死了，你帮我照顾瑶瑶。如果能重来一次，我一定不再当混蛋。霍景君昏迷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醒。霍夫人哭着找到了温之遥，希望他能去看看霍景君。此时的温之遥刚刚扔掉霍景君送来的花，一身白色西装，很是干练。他看到霍夫人时微微一怔，霍夫人对他一直很好。他微微一笑，迎着霍夫人走过去。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瑶瑶，我儿子昏迷不醒，医生说他随时会死，我求求你，去看看他好不好？我知道我不该打扰你，可我……温之遥神色微微一变，他扶着霍夫人，对不起阿姨，我不能去，我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牵连。我知道我不该这么绝情，但我真的做不到再面对他。温之遥深吸一口气，你知不知道，你永远跟他断不清楚。他给你……霍夫人欲言又止，想到霍景君之前的嘱咐，他将剩下的话咽了回去。霍景君怕温之遥知道合作的真相，就单方面毁约，只是他跟他之间唯一的牵扯了。温之遥不明所以，对着霍夫人鞠躬，我跟他已经没关系了，对不起。温之遥毫不犹豫地离开，霍夫人捂着嘴哭泣，却没有再去追。温之遥走出办公楼，沈律师恰好从车上下来，微笑着跟他打招呼。餐厅订好了，可以直接去。辛苦沈律师了，这次一定要谈下跟医疗集团的合作，这样就不用单独寻找医疗团队了。温之遥笑了笑，预扫刚刚霍景君给他带来的阴霾。温总出马就没有谈不成的合作。沈律师既是温之遥的合伙人，也是公司的法律顾问。他是前不久才知道，沈律师非常有钱，他是京城沈家的继承人，比霍景君还有钱。他学法律是因为喜欢，他当律师是因为他。只是温之遥仍旧不想谈恋爱，他的生活重心是事业。沈律师似乎也不着急，就乖乖地陪在他身边，偶然借着工作的由头跟他约会。转眼20年过去，温之遥帮助了越来越多的村落脱贫，成为全国10家企业家，在他喜欢的领域里越走越远。沈律师20年的陪伴，终于熬出头，跟温之遥领了结婚证，成为他合法的丈夫。我们领证那天没有仪式，只在路边吃了一碗面，以后也一起走吧。好。至于霍景君，他一直昏迷了20年，在他临死之前回光返照，睁开了眼。他说他穿越了，回到了跟温之遥热恋的时候。这一次他没有背叛，没有出轨，他们结婚生子，幸福的走完了一辈子。温之遥把花丢进垃圾桶的那一刻没有回头，白色花瓣散开，落在黑色袋子里，像一段已经处理完的旧事。阿姨走后，温之遥站在落地窗前很久，城市在脚下流动。我以为自己早已习惯告别，可胸口还是空了一瞬，我没有允许那一瞬停留。第2年春天，我站在新落成的医疗点前剪彩，阳光很亮。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自己，那时我以为爱是唯一的出口，后来我才明白，活下去并且活得清醒才是。